突然回到高中时期，你会开心吗？我不开心，因为新一轮的死亡逃生又开始了。时间过得很快，3天时间转眼即到。睡前的我准备刷回短视频睡觉，而熟悉的画面袭来，我意识一黑。等我迷迷糊糊醒来时，发现我居然趴在课桌上。是的，没错，就是高中校园里那种单人课桌。我看向了讲台，居然站着一个背对着我们的老师，而我周围也都坐着穿着校服的同学，脸色都很白，神情木讷，现在一动不动地看着讲台。不过我又发现几位和我一样没有穿着校服的同学，看来也是玩家，甚至我都看到有2位玩家脸上无法掩饰的恐惧。我把眼神收了回来，现在情况未明，不打草惊蛇是最好的选择。上课铃突然响起，这个课堂像是突然被注入活力一样，老师缓缓地转过身来，我惊讶地发现他的嘴被缝住了，根本张不开。一道沙哑的声音从他身上诡异地响起，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我的课堂，在我的课堂上就要遵守课堂规则，不然老师就要惩罚不听话的差生了呢。没想到老师突然把目光转向了我，然后努力微笑地说，今天我们班上来了6名新同学，让我们大家欢迎他们做个自我介绍。闻言，台下穿着校服的学生们都二话不说机械地开始鼓掌，鼓掌鼓得十分整齐。大家好，我叫夏瑶。见状，我只能硬着头皮站起，快速地说了一句自我介绍，而其他玩家也是如此，纷纷介绍了自己。最后老师点了点头，似是很满意一样，开始了上课。不过我还是听到了他之前诡异话语中一闪而过的课堂规则，拼命搜索了一下我早已远去的高中记忆。课堂规则都有哪些啊？比如基本的不能交头接耳，不能打瞌睡。肯定没有这么简单，违反课堂规则很有可能触发老师杀机，我还是得尽快从这所学校里逃出去。陆天天，老师一声近乎怒气值破表的声音拉回了我的思绪，我顺着他的眼神看去，是一个浑身站立、身材微胖的女生。听到老师的怒吼，她颤抖着站起来。老师，我不止一次的说过，不要在课堂上发出声音。看来你是不能好好听话了。科班长，你来帮老师处理不听话的学生吧。紧接着，我就看到一个穿着老师校服的一脸惨白的男生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朝着陆天天走去。而我明显地看到陆天天的脸上布满了恐惧。就在下一秒，被换作科班长的男生伸手直接掐断了陆天天的脖子。周围穿校服的同学却依然面不改色，一动不动。科班长抽回了手，又慢悠悠地走回到他的位置上坐好。很好，老师喜欢听话的学生。接下来开始课堂提问。老师似乎是欣慰地看了科班长一眼。提问，我想了想，这应该是这一关给我们的考验吧。而且根据一般的课堂规则，我们不能对老师的提问坐视不理，否则在这里可能会被视作破坏课堂规则的。潇潇同学，你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正想着，就看到老师的眼神投向了一个女玩家。几乎是话音刚落的一瞬间，我明显的看到潇潇脸上瞬间气色全无，整个人哆哆嗦嗦的站了起来。看来他还没有慌到忘记规则。很好，肖同学，请问如果你和其他2个人被关在一间没有窗暗无天日的房间里，断了吃喝3天，但只有你知道会有好心人送来食物，食物只够2个人吃，你要怎么分配？老师沙哑的声音在这寂静的教室里显得万分诡异。潇潇一时语塞，豆大的汗珠从他的额头上滑落，他甚至焦急地看向周围的玩家，像极了上学的时候被提问不知道答案求助同桌的场景。但是现在答不上来是要命的呀。关于这个问题，我的直觉告诉我没有那么简单，可是一时间也想不出答案。分成3份。潇潇支支吾吾地回答道，很抱歉，回答错误。肖同学，你还有一次机会。老师露出一副早就知道你答不对的表情，而且还有一闪而过的嗜血和兴奋。听到老师的话，潇潇吓得直接瘫软在座位上，他本就吓得惨白的脸更是血色全无，他全身都在发抖，根本不敢再抬头与老师直视，更不要说继续回答问题。肖同学好像不太尊重老师呢。同学们，你们说该怎么罚呢？老师那被封住的嘴又开始试图露出微笑，此时他似乎颇为兴奋。杀！突然，所有穿着老师校服的同学都用一种冷漠的语调机械地回复着老师的话。好，既然如此，那老师就听从大家的意见，亲自处罚你。不要，求求你，放过我！潇潇慌地摔倒在地上，手脚并用地往后爬，可是这并不能阻拦正在向他不断飞速前进的老师。几乎只有几秒的时间，老师便是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见状，我不忍再看，把头扭了回去，只听得空气中潇潇戛然而止的声音。难道这是必死局？不回答问题是死，回答问题错误也是死。我不仅要逃离这个班级，还要逃出这所学校，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如果我没有遭受校园暴力该多好，如果我没有遭受网暴该多好，如果你们没有冷眼旁观该多好。书接上文，我已经从教室逃到了教师宿舍，找到了一个带着密码锁的盒子，唯一的线索就是墙上的画了。解开了密码，我发现里面放的是一个银质沙漏，虽然我也不知道它有什么用，先拿着吧。搜寻一圈无果之后，我直接去了后面3间宿舍，连张纸都没有，只有厚厚的灰尘。这里仿佛像是很多年没有人居住过的地方，我心里默默感叹了一下，这里当年是发生过多大的灾难啊！为了加快搜索进度，我回到了楼道中，正要往第2层走时，我听到楼上传来剩下4个玩家说话的声音，但我暂时不想与他们碰面，我加快了去往2楼的步伐。当然还是用滑的，因为这种校园逃生让我联想到校园7大恐怖传说中的第13阶台阶。我不知道的是，沈岩4人在去往3楼时却选择了走楼梯，走在前面的3人在一脚踏上楼梯的时候，都开始嘴里默默地念着1、2、3，而走在最后的气允见此，收回了差点踏上楼梯的脚步，行走如提线木偶般的3人。当他们数到13时，一道黑光闪过，3人皆是掉入一道突然出现的缝隙之中。此时的我正站在2楼平台上，空旷的楼梯间传来了几声惨叫，就又恢复了平静。是沈岩他们，看来他们选择了走楼梯，应该是我的猜测对了。这楼梯真的有古怪。下课了，2楼也都是宿舍，不过我看到2楼的宿舍外观都是被烧焦的样子，
黑漆漆的门框，似乎风一吹就会裂开。这学校当年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呢？我推开了第一间宿舍，这是一个4人间，床只剩下被烧得乌黑的支架，整个宿舍一眼扫过去空空荡荡的。我猜测这里是学生宿舍，只是为什么学生宿舍是被大火烧毁，而教师宿舍却只是积灰，但是并无大碍。想必当年学生宿舍恐怕发生过什么。我又仔细地搜了一遍，确认这间宿舍真的没东西后，我就想去别的宿舍瞅瞅。刚走到门口，发现门外站着个男人，我满眼戒备，他居然扑哧一声轻笑了出来。怎么就剩你一个了？其他人呢？似乎并不意外我的问题，他漫不经心地回答说都死了。好吧，还真是言简意赅。我转头又看了一眼宿舍，这里确实也没有什么别的物品了，只有被烧得黑乎乎的墙面和床架。等等，墙面！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开始仔细检查墙面。我在其中一张下铺床的旁边那面墙上成功敲下来不少黑灰，这上面竟然用小刀刻着什么，一笔一画极深，似乎饱含了无数怨恨。我艰难地变换方向地辨认着自己，终于从无数的划痕里拼凑出一句完整的话：欺负我的人都要付出代价，这是校园暴力。我将结果告诉了戚允，很明显，从他的神情中看得出来，他也没有多意外。就在我们走向楼梯间的路上，下课铃又响了。这是第4次下课铃响了，这意味着学生们放学了呀。放学了，他们大概率会回到宿舍来，而下课时间我们也无法进入楼道。此时的楼梯间早已经化作光秃秃的墙面了，只有最后10分钟了。10分钟想不到新的出路，我们就要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里了。我拼命地想着一路的线索，只有一个时间的尽头和找到的银质沙漏，但是我还没弄清楚它的意义。时间一点点流逝，我能感觉到戚允也开始紧张。怎么办？要来不及了！实在没有思路之后，我把我的线索快速地和戚允分享了一下。过了大概10几秒后，我和他互相对视一眼，竟异口同声地说：沙漏。是啊，我怎么一直忽略了游戏早就给予我的道具？时间的尽头就是利用沙漏倒流回到过去的意思。回到时间的尽头就是回到过去，并让玩家阻止校园暴力的发生。我已经听到楼上开始传来推搡打闹的声音，刻不容缓。我将沙漏倒过来，随着沙漏里的沙子一点点飘落到下方，我看到周围的景象在一点点变化。被烧毁的宿舍在一点点翻新，直到景象完全稳定下来。正当我想松一口气时，戚允突然拉着我躲到了寝室隔壁的厕所间。我刚想出声询问，就听到远处传来喧闹声，而且正在不断接近。那是3个女高中生。我看到一个神情张扬、绑着高马尾的一个女孩走在最前面，她一边兴奋地和其他人说些什么，一边打开了我和戚允刚刚进去的那间宿舍的门。等他们全都进去以后，我和戚允偷摸着出来，我决定轻靠在宿舍门上窃听，而戚允在外放风。弄弄，你说那个小狐狸精这次还能折腾得起来吗？我听到宿舍里传来一个带着咬牙切齿怨恨的声音。哎呀，学姐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学校论坛上挂了他3天3夜，一定能让他彻底发烂发臭。一个女生轻蔑地笑了一声，剩下一个人也在附和着他们的计策。3人一边讨论一边放肆地笑，甚至有很多内容异常狠毒。这哪里是普通的校园暴力，分明就是网暴。我的心都被揪到一块了。当年的受害者该是经历了怎么样的绝望啊！我直起身子把情况简单的和戚允说了一遍后，他轻声对我说：去楼下看看。我这才意识到这是过去，这里还是一所正常的学校，应该没有那么多生死危机。我们轻而易举地下到了1楼，我愕然地发现这里是汇集了无数学生的小广场，似乎小广场中央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和戚允挤到前方才看到这里是学校的公告栏，上面贴着10几张日记。我粗略地扫了一眼，像是一个青春少女的暗恋日记。日记末尾处的署名被人恶意用红圈圈了出来，安晴。看来这也是校园暴力的一环。我听到周围同学的议论纷纷，才知道安晴的暗恋对象竟是校草，而她本人是个相貌平平无奇，所以不少同学都是咒骂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年少的人或许根本不知道出口可以伤人，一个个脸上都是一副正义的神情。这个安晴是不是论坛上被爆出被包养的那个安晴？我听到人群中突然响起一道假装刻意惊讶的询问声。我寻找声音的来源，是刚刚那间宿舍里的其中一人。我看到不少学生掏出手机，然后更加义愤填膺地在底下评论，不堪入耳的话纷至沓来。就在我气愤不已想要替他们爸妈管教一下这些熊孩子时，几名老师来了，他们驱赶了在这里胡闹的学生们，然后撕下了公告栏上的日记。但是我听到他们在端详日记的时候，嘴里分明说着花样年华非要自甘堕落，竟到处惹是生非。这所学校的老师竟如此的不顾流言之危，以个人主观臆断一个女学生的清白吗？越想越气，这所学校里恐怕没有一个清楚明白的人了。我要回到宿舍去找那3个女学生算账。意外的是，戚允拦住了我。你以为我们真的回到了过去吗？安晴自始至终都只是活在别人的言语中，你有真的看到过她的样子吗？甚至你有想过为什么学校只是一栋楼吗？宿舍和教室为什么放在一起吗？戚允的话语连环击中我的心。是啊，我怎么就这么轻易的被煽动了情绪呢？话刚说完，却看到楼外又聚集起了一堆人，老师、学生，甚至还有消防员和救护车，而他们无一例外都在以一个诡异的角度仰着头。人群静悄悄的，没有人说话，就是每个人都在直勾勾的看着上面。我顺着他们的眼神往上看，这栋楼的楼顶处站着一个身穿白裙的女孩。原本我这个角度只能看到一身白裙，但是她似乎感觉到我们的视线之后，竟微微偏头，露出了她的面容。她长着点点雀斑，也不算很白。此时她正在阴恻恻地看着我俩，露出一个难以莫测的笑容。我吓得低下了头。没想到的是，下一秒一声咚之后，我才意识到这女孩跳楼了。随之而来的是楼底下的人的头刷刷地变化了角度，朝着我和戚允看来。他们的眼神里充满着渴望，以及闪动着嗜血的兴奋，似乎是想立即扑上来将我们撕碎。我吓得后退几步，忽然一个空灵美好的声音响起，果然多少次都是这样的结果呢？吃，你们也留下来陪我吧。
说到最后，整栋楼都在回想着最后几个字，刺耳尖锐到让人耳膜不舒服。这栋楼，安晴幻化成了这栋楼。这里不是学校，而是安晴的内心，所以一切的设施都是按照她的内心来幻化的。一直没有动静的戚允像是想通了什么一样突然出声。戚允的话点醒了我，难怪这所学校的设施安排如此诡异，每个楼层的毁坏程度不一样，原来是怨恨程度不一样。安晴按照自己的内心把老师同学都安排在了不一样的地方，她的报复可能不止于毁了学校，而是要永远禁锢着他们。要找到这栋楼里的生路，可能就要找到安晴内心里的最后的柔软。思及至此，我想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安晴的床铺旁那面墙，可能生路是被隐藏在墙面里。我们快速向2楼的宿舍跑去，那些人现在暴露出了真实模样，一个个都是灰白皮肤，身体僵硬，却又快速向我们逼近，嘴里还有撕扯怒吼的声音。一时间，2楼的楼梯间人满为患，戚允死死抵住了宿舍的门，墙上果然出现了一道门，只是需要密码才能打开。墙上还幻化出了很多文字：如果我没有遭受校园暴力该多好，如果我没有遭受网暴该多好，如果你们没有冷眼旁观该多好。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refuse 拒绝，对，是拒绝，拒绝校园暴力，拒绝网暴，拒绝冷眼旁观。我打开了门，拽上底门的戚允进入了门内，熟悉的意识被吞噬的感觉又来了。我知道，我又完成了一次逃生。人脸解锁失败。凌晨3点，我听到我放在客厅充电的手机发出了语音提示，我浑身汗毛瞬间竖起。一直以来，我都有一个习惯，睡前手机充电一定是放在客厅里。人脸解锁失败，我又一次听到了这个提示。为了更好地照顾80岁高龄并且有轻微老年痴呆的外婆，我的门一直是虚掩着的。开始，我以为我的手机出现故障了，但很快我就发现不是，因为我听到了人的喘息声，很轻，就那么一下。但我的耳朵还是清楚地捕捉到了。此刻，我心跳得很快，冷汗从我后背缓缓渗出。一个念头清晰地在我脑海里浮现：有人进入了我的家中，会是谁？贼吗？还是什么入室抢劫犯？不管是哪个，我都希望他能知难而退。家里根本没多少现金，所有的钱都在我的电子银行里，但很显然，他还在试图解锁我的手机。我蹑手蹑脚地下了床，悄悄地扒在门边，探出头。这一瞬间，我瞪大了双眼，我看到一个很高的女人站在我放手机的桌子前，她探着头，弯着腰，身体扭曲成一个奇怪的弧度，伸长脖子，而我的手机不断地发出人脸解锁失败的提示。我紧张的冷汗都出来了。她的头发很长，像杂草一样胡乱地堆在肩膀上，似乎很长时间都没有梳理过了。我家房子的门锁是防盗锁，走廊上没有监控，但一直以来都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这个女人到底是如何进来的？这时，我看到了厕所的门晃了一下，我感到了微弱的风。很显然，厕所的窗户没关，我们住的地方厕所的窗户对着外面的公用通道，那女人是从厕所爬进来的。外婆的房间就在我隔壁，我心里拼命祈祷着外婆不要起夜上厕所，但是我的祈祷并没有生效。我听到了外婆下床的声音，女人伸着的脖子一下子缩了回来，她猛地扭过了头，我躲在门后，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那一瞬间，我看到了女人手里握着的是一把尖锐的刀。我是个平凡的记者，外婆又已经80岁了，我们根本打不过那个身强力壮的女人，而我的手机偏偏还在那女人面前。隔壁的门开了，我听到了外婆蹒跚的脚步声。漆黑中，她的视线不太好，很显然，她看到了那个女人，但她以为那是我。小右，你怎么大晚上穿着外面的鞋子啊？你刚下班回来吗？我听到了外婆的声音，我心里疯狂大喊着：外婆，那不是我，不要靠近她！外婆，快点回去！那女人动了，虽然我看不见，但我听到了脚步声。外婆终于意识到了那人不是我。你是谁？你怎么在我家房子里？外婆虽然有老年痴呆，但犯病的时间不固定，她有时候是清醒的。这一刻，她显然非常清醒。我焦急的死死攥紧拳头。外婆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那女人是拿着刀的，我必须立刻出去救外婆。但同时，我却发现自己懦弱的竟然迈不动脚步，强烈的恐惧让我只能缩在门后面。我外婆还在大声询问那女人是谁，但紧接着，她的声音戛然而止。就这么一下，外面死一片的寂静，我的心脏快要从胸膛里跳出来。这时，我听到了外婆闷哼了一声，我的眼泪从眼里喷涌而出，我肩膀颤抖不已，紧紧地捂住嘴巴。我知道外婆被他杀害了。我蹲在地上，屏住呼吸，不要发现我，不要发现我。我不断地祈祷着，但上帝没有听见。我感觉到了门外传来了呼吸声，我抬头看见那女人的头从门缝里探了进来，她咧嘴笑着看着我，眼睛瞪得极为夸张，我能看见她眼里的红血丝如同蛛网一般。我惊恐地尖叫起来，女人朝我扑了过来，我感受到了一阵尖锐的疼痛。下一刻，我失去了意识，我猛地惊醒过来，桌上的闹钟刚好走向了3点。刚刚的一切难道是梦境？正当我以为那只是一个可怕的噩梦的时候，我听到了客厅传来了那个让我毛骨悚然的声音：人脸解锁失败。如果半夜家里客厅闯入了一个奇怪的女人，被她发现就会被杀死，你和隔壁的外婆要怎么才能活下去？我猛地睁开眼，再一次回到了凌晨3点。客厅熟悉的语音提示响起：人脸解锁失败。没错，这已经是第4次循环了。回想起王琴的女儿是我们附近中学的学生，一个乖巧的小姑娘，之前在学校总被欺负，但知道王琴非常辛苦，懂事的她从来没和妈妈讲过。结果再有一次被同学欺负后想不开跳楼了，欺负她的人家里都有钱有势，这件事被压了下来。我记得当时报道上写的是，由于母亲疏忽对女儿的心理辅导，导致女儿得了抑郁症，跳楼自杀。
小可跳楼的报道是经我手发表的，王琴不知道从哪里找到我的电话，曾多次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能帮他女儿把事实报道出来，他要让全社会都知道小可真实的死因，他想罪人收到应有的惩罚。我走到门边，轻轻拔下了钥匙，这一次我动作缓慢无比，没有发出声音。王琴还在看手机，她没有发现我，我轻手轻脚地来到了外婆的房间，锁上房门，我依旧让外婆躲在床下，我只希望这次外婆暂时不要清醒。我将手机充电，这一次一切似乎非常顺利。就在我充完电打了报警电话之后，客厅里响起了脚步声，显然在往我们所在的屋子靠近。依旧是熟悉的砸门声，门很快出现裂缝。王琴，对不起，放下刀吧，我会让所有人知道小可的真实死因，让那些伤害过她的人都得到应有的惩罚。我颤抖着说道。王琴似乎愣在了原地，眼泪从她眼中流出。我只想要一个事实，一个真相，可那些害了她的人换了个学校，依旧过着潇洒的生活，而你明明知道真相，却为那些人隐瞒，你和那些人有什么区别？我要杀了你们，让你们也尝一尝亲人死去的滋味。我的身体猛地一颤，我没想到我的话反而更加刺激到了王琴，他砸门的动作更快了。我拿着拐杖砸在他要开门的手上，只要再坚持几分钟，警察到了，我和外婆就能安全了。可王琴仿佛完全感觉不到疼痛，她打开了门，我奋力的反抗，我听到了警察破门的声音，但是我们之间的悬殊如此之大。此时，一个瘦小的身躯再次挡在了我的面前。你个坏人，我不允许你伤害我孙女。小佑别怕，外婆保护你。我抱着外婆，泪水早已糊满我全脸。从小我与外婆就相依为命，有别的小朋友欺负我，她总会挡在我身前赶走他们，哪怕她患上了老年痴呆，哪怕我现在每天忙没有时间陪她，但每次我回到家，她看到我都是笑眯眯的。小佑，你回来了吗？我知道外婆就算得了老年痴呆，她一直都在努力记得我，哪怕我有时候对她发脾气，她也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警察把王琴制服了，但是我知道我的外婆回不来了。她闭上了眼，身体慢慢变凉，警察把我搀扶了起来，似乎一切都结束了。我看着被制服的王琴，王琴，你想要的报道就在这个手机里。其实当时王琴打电话找到我的时候，小可跳楼的真相已经写好了，可主编的施压，我一个实习记者也左右不了什么。为了我的工作，我选择了沉默。我打开了写好的报道给王琴看，照片上是小可留下最后的一句话：妈妈，是我对不起你，你为了我这么辛苦，我爱你妈妈，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看着王琴眼神逐渐崩溃，嚎啕大哭，我的心也揪了起来，因为我失去了最疼爱我的外婆。我咬了咬牙，在众人惊讶的眼中跑向阳台跳了出去。我再次回到了凌晨3点，我知道我赌对了，这一次我不会再逃避。王琴，那份没发出去的报道就在我的手机里，小可还给你留了一段话。王琴呼吸突然急促了起来，我知道你想为小可报仇，但是小可她也不想你这么做。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把手机交给我，我现在就让大家都知道事实的真相。你一定想知道小可最后跟你说了什么吧？我颤颤巍巍从王琴手上拿出手机。小佑，你回来了吗？外婆从卧室里出来。外婆，我在跟我朋友聊天，你等会儿再出来好吗？我朝外婆微微一笑，看着外婆点头走进了房间。我转头看向王琴，我能理解你的感受，对不起，之前是我的错，我与外婆也是相依为命，因为我的懦弱，我没有发布这个消息，但是报道我已经写完了，你先看看好吗？我尽量用平和的语气与王琴沟通，打开了那篇报道。我紧盯着王琴看手机时的神情，果然她看到最后那句话，丢下刀崩溃到嚎啕大哭。小可，妈妈的小可，是妈妈没有保护好你呀。我再次拿过手机，把那篇报道发了出去。你放心，很快大家都会知道小可的事情，伤害他的人会付出代价。王琴抬起头，她似乎慢慢平静了下来。我已经去过他们家了。警笛声传来，警察破门而入，王琴就一直低头坐在那里。我看着她被制服了，终于循环结束了。我冲进外婆的房间，看着好好的外婆笑眯眯地看向我。小佑，你忙完了吗？我紧紧抱住了她，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了起来。深夜我刷视频，在评论区跟人吵起来，我打了一大段话骂了个爽后，对方却不说话了。他沉默半晌，缓缓打出一句话：嘿嘿，我现在就去杀了你。我刚想笑，微信却突然弹出一个完全陌生的头像，他发来的消息竟然是我家的地址定位。我的心咯噔一下，连忙回复：神经病，你他妈谁啊？对方却不再理睬我，我盯着手机许久不见回复，心情稍微平缓了一点，应该是巧合吧，也许只是发错人了而已。但突然收到陌生人发来的定位，居然还是自己的住址，属实让我心里有些发毛。一片漆黑的头像，没有备注，网名是一个骷髅头的表情，怪瘆人的。回忆许久，我怎么都想不起来这人到底是谁，直接删了算了，按下确定键。我端起手机继续刷视频，刚点进一个美女的直播间，屏幕上方又弹出微信消息，我点进去一看，心里顿时一惊，又是这个熟悉的黑色头像。他发来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是空无一人的公交车厢，没有开灯，黑乎乎的，只有正前方的 LED 滚动灯牌散发着微弱的红色光芒。我的目光瞬间被灯牌上的滚动字吸引住了，303路夜班，南江绿湖公园紫荆花苑小区。这趟夜班车的终点站正是我所居住的小区。什么意思？他要来我这里？我不是明明已经把他删掉了吗？心跳加速，我感到事情的不对。这时我的余光注意到一处细节，照片的右下角露出了拍照者的半截手，虽然光线很暗，但依然能依稀辨认出有个长条形的东西被他握在手里。下一秒看清后，我后背冒出了冷汗，那是一把刀。我去你大爷的！你他妈谁啊？你到底想干嘛？我吼着脏话，连文字带语音发出去好几条，对方却再次沉默。等了半天不见回复，我坐不住了，从被窝里爬起来，拨开窗台边的窗帘，朝楼下看了一眼。寂静的夜间马路，只有昏暗的路灯，别说是公交车了，连个人影都没有。我觉得自己有些神经质，对方仅用一张黑漆巴糊的照片就把我吓成这样，实在是太蠢了。
可心里却抑制不住地恐慌起来，迈步钻进厨房。我从厨具架上拿下一把菜刀，口中振振有词道：“你要真敢来，老子就叫你知道什么叫有去无回，谁怕谁！”就像听到我的话一样，手机叮咚一响，铃声弹出消息，又是这个黑色头像。他再次发来一张照片，仍然是那个昏暗的公交车厢，镜头正对着滚动子灯牌。再有3站就到紫金花苑了，他离我越来越近了。妈的，还真是个疯子！我的心猛地吊起来，2步窜到客厅，把大门反锁上，然后拿出手机直接拨通了报警电话。喂，警察吗？我要报警，有人要杀我，他在来的路上了，手里还拿着一把刀。这种情况我们算作恐吓威胁处理，你关紧门窗，保护好自身安全。如果他真的来了，我们会出警对其抓捕。听筒里接警员沉稳的声音，慢慢抚平了我内心的恐慌。随后，接警员记录下来我的所在地址，并让我添加安警官的微信，把嫌疑人恐吓威胁的聊天记录发给他，以作证据。小兄弟不要怕，他要是真敢来，我们5分钟之内就会赶到。添加了安警官的微信后，我第一时间就把黑头像发我的消息全部转发过去，包括他本人的微信号，总共就是这些。麻烦安警官了。几秒后，对方却发来几个问号，并说：“你什么都没发呀？”啊！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连忙又截了几张图，转发了他的所有消息过去。可安警官的回复让我坠入了绝望，我什么都没收到，微信号也查无此人。什么情况？为什么和他有关的消息和截图都没办法发送给别人？我反复试了好几次，每次都是一样。安警官发来他那边的界面截图，确实只有我的对话气泡，就好有一张无形的网，把黑色头像有关的信息全部过滤隔绝了。如果说刚刚只是害怕被杀，那么现在已经变成对超自然情况的恐惧了。妈的，他到底是什么东西？不仅删都删不掉，连截图都发不出去。我的睡衣被冷汗浸湿，止不住的给安警官发送消息，想说明现在奇怪的情况。别怕，应该是网络原因，你做好个人防范，把门窗关紧，有动静直接报警。输入框里的文字打了又删，我思考良久，尽可能让我冷静下来。叮咚，突兀的消息声在寂静的深夜里无比刺耳，指尖微微发抖，很可能又是那个人发来的。我甚至不太敢看了。果然，点进去依然是一张照片，图中的场景不再是公交车，而是变成了一栋楼房，拍摄角度正对着单元大门，门玻璃上映现出一个模糊而黑暗的影子。这栋楼我再熟悉不过了，因为这就是我所居住的单元楼。没想到这疯子这么快就到了，下一秒他发来一句话：“嘿嘿，我来杀你了。”如果你在评论区跟人吵起来，而那个人半夜来找你，扬言要杀了你，你会怎么办？这疯子这么快就到了，下一秒他发来一句话：“嘿嘿，我来杀你了。”无法呼吸的我拼命抑制住狂跳的心，裹紧被子，僵直的坐在床上，眼睛紧盯着手机。黑色头像发来消息：“我在楼下了。”紧接着他又说：“我在电梯里了。”2分钟后，他发来新消息：“我在走廊里了。”寒意彻骨，我不禁开始发抖，心脏几乎蹦出胸腔。1分钟后，消息再次弹出：“我在门口了。”我猛地坐直，透过虚掩着的卧室门看向客厅，不远处就是防盗门，静静伫立在黑暗之中。在他之外正站着一个可怕的疯子。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因为在评论区骂人而招惹上这种事，现在真是无比后悔。如果时间能回到2个小时前，我一定做一个温和有礼的短视频用户。敲门声骤然响起，我一个机灵强忍住恐惧走下床，手中紧握着刚从厨房拿的菜刀，手心里沾满了凉汗，悄悄抵至门口。我慢慢把眼睛贴到猫眼上，向外望去，赫然看见门外站着个人，他低垂着头，五官藏在帽檐的阴影里，看不清脸。他穿了件全黑色的塑料雨衣，把主要的面部特征遮挡得严严实实。我盯着他，紧咬嘴唇，不敢大声呼气。这个要杀我的疯子，请与我有一门之缘。急促震耳的敲门声一下下撞击着我紧绷的神经，猫眼里他越凑越近，然后猛地将眼睛贴上来，一只布满血丝的眼珠占据了整个猫眼，他直勾勾的与我隔着猫眼对视，似乎能看到我一样。我擦！我不小心惊呼出声，左手握紧菜刀，屏住呼吸，我用另一只手快速给安警官发了消息：“安警官，他来了，就站在门外。”“好的，我们马上到，千万不要开门。”奇怪的是，信息刚发完，敲门声戛然而止，夜晚重归于静。什么情况？他走了吗？我不敢放松，重新顺猫眼向外看去，那个身穿黑雨衣的人不见了。昏暗的走廊内空荡荡的，空无一人。我吞了口唾沫，只感觉浑身冰凉，冷汗如瀑，盯着猫眼又直看了好一会儿，这才放下心来，便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卧室走，手指划拉着电话屏幕，看着他刚刚给我发来的几条消息，简直毛骨悚然。突然，下方一条新消息猛然蹦入眼帘：“我在你背后。”我大叫一声，挥刀就从身后劈去，黑暗中刀刃劈了个空，什么都没看到。赶紧点开灯，喘着粗气环顾整个客厅，除了我根本没有第二个人。抹了把汗涔涔的额头，我握着菜刀愣了好一阵，然后一屁股瘫倒在沙发上，手指都在哆嗦，吓死老子了！我才反应过来自己被整了，那疯子进不来门，所以离开时特地发一条唬人的消息来吓我。真该死啊！手机又响了起来，是安警官发来的，嫌疑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穿黑色雨衣，身上还有刀，我们在小区门口了，你下来确认下嫌疑人吧。太好了，心总算放下来了。缓了一会儿，我开门向楼下走去。如果你在评论区跟人吵起来，而那个人半夜来找你，扬言要杀了你，你会怎么办？安警官发来消息说，嫌疑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穿黑色雨衣，身上还有刀，我们在小区门口了，你下来确认下嫌疑人吧。太好了，心总算放下来了。缓了一会儿，开门准备下楼，在等电梯的时候，奇怪的声音从楼梯间传出，呵呵，可能今天神经过于紧张了，我没太多在意，径直走进电梯，心里也在想着幸亏安警官来得及时，否则不知道会发生多可怕的事。走出楼道那一刻，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因为不远处的小区门口并没有人。我赶忙拿出手机给安警官发消息，消息打了一半，安警官突然回了一句：“嘿嘿，你出来了。”心里咯噔一下，而年久失修的灯此刻也散发着昏暗的灯光，时亮时灭，平常再熟悉不过的景物，此刻在我眼里分外恐怖，甚至每一处光线照不到的地方都有可能藏着这个握着刀的疯子。怎么办？
我该回家还是跑出去求救呢？突然，余光瞟到了距离我5米不到的地方，站着一个人，他就在楼道口，身穿黑色雨衣，头戴棒球帽，脸上遮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而那双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我。我的心猛地一沉，感觉浑身冰凉，我啊一声叫了出来，只想尽快地甩掉他，使出全身力气奔逃。果不其然，他也立刻跟了上来，救命啊！救命啊！看到不远处的保安室，呼喊地跑过去，但透过玻璃我清楚地看到保安小哥也倒在了血泊中，他把保安小哥杀了。我额头上渗出一层冷汗，我得赶快拐出小区，然后一口气甩掉他，继续拔腿猛跑，根本不敢回头看。我大口喘着气，感觉肺要炸了，仍旧不敢停下，因为我们这里是小县城，大家很早都关灯休息，所以我接连着拐了几条街区也没遇到人。回头望去，夜色浓重的街道下，那个穿着雨衣的疯子早就不见了。甩掉了吗？正当我长舒一口气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你跑什么？”我吓了一大跳，回头看，立刻松了一口气，是一名民警，应该是正在巡逻。我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迅速把今晚的经历和警察描述着。我被带到警局做着笔录，随后才了解到警局里从来没收到过我的报警电话，所以说之前我在家报警，添加安警官微信都是假的，全是那一个变态的自导自演。我一直都在他的控制下，包括当时他砸我家门，当我在门眼看到他与安警官沟通的时候，他消失了。其实就是他一直在回复我的消息，他享受的就是这种掌控的快感。通过监控，很快警察把他带了回来。除掉口罩的他是个非常陌生的面孔，他叫郑杰，是我们区的一名快递员。本身自学过网络安全技术的他，通过我家里 WiFi 操控了我的手机，所以我电话也打不出去，消息也发不进来。警察还在他家发现了一本日记。10月5号，自从小西部直播后，他的状态好像好一些了，真希望他能好起来。再看到他的笑容。10月8号，小西今天走了。如果我早点知道你的痛苦该多好，是那些对你恶言相向的人害了你。10月10号，小西，我决定为你报仇，那些伤害你的人，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由于我在网上恶语相向，更加刺激到他有了想杀掉我的想法，并且因为工作原因，保安小哥长期对他的辱骂也让他无法忍受。而在网络中，总有一群人不现身份，藏在屏幕后，在他人身上毫无顾忌倾泻着自己的喜怒哀乐，一边津津有味的吃瓜看戏，一边戾气满满的发表评论。即使不明真相，但总要推波助澜。我们与恶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你相不相信？也许你曾在网络里杀死过陌生人。我终于想起来了。那个被杀害的女人是我的姐姐，而杀她的凶手也成为了我的男友。李文被抓的那一刻，满脸的不可思议。我想他一定很后悔把我留在身边。那一夜雷雨交加，砰砰砰的敲门声敲醒了我，提醒着我来者不善。隔壁卧室的姐姐急匆匆跑来按住我：“小杰，你进去，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别出来。”我听到外面传来吵闹声，紧接而来就是杂乱的打斗声。我战战兢兢地把门开了一条缝隙，看见一个男人将姐姐死死按在地上，拳头一拳一拳地砸在姐姐身上。姐姐蜷缩在地上，痛苦地哀嚎，她的眼神朝我看来，嘴唇蠕动。多年在一起的习惯让我知道姐姐说的话，姐儿多好，千万别出来。我吓傻了，脑子一片空白。再等我回过神来时，那个男人已经不见了。他似乎不知道家里有一个我。我看着姐姐身下全是血，泪流满面，颤抖着拨打了急救电话，可来不及了，姐姐还是走了。我因为没有看清凶手长什么样子，陷入了无限恐惧、焦虑与自责当中。这些负面情绪导致我产生了心理问题，也是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我遇到了李文。对于我遭遇的事情，他说他理解我，姐姐肯定不会怨你，甚至希望你可以忘掉这些痛苦的回忆。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男人，就是我黑暗人生里的一道光，陪我走过最艰难的时刻。就这样一来二去，我们成了男女朋友。我与李文感情越来越好，短短1年的时间，我们就开始谈婚论嫁了，一切看起来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我想李文现在一定很后悔，明明知道我看见他杀了人，还是把我留在身边。他这样做，何尝不是在监视我呢？他那么频繁的出差，真的是出差吗？他以为我不知道他在我的手机里安装了监控软件，不知道他半夜用陌生的号码给我发骚扰信息，不知道他在我吃的饭菜里放了可以使人置换的药物。我的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神志恍惚，被迫害妄想症，记忆总会产生错乱。最严重的时候，梦里梦外都分不清楚，甚至有几次还在夜里报警。我背着李文去看了很多次心理医生，医生一次次的疏导以及药物治疗。我在今天终于把一切都想起来了。李文知道我心里脆弱到不堪一击，却一次次的试探我。深夜回家与我玩躲猫猫的游戏，吓得我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可他直接杀了我，不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但事实是李文爱上了我，爱我又提防我，怕我知道姐姐是他杀死的，所以他想把我变成一个疯子，因为疯子的话是不能信的。他的爱就是这样自私偏执，极端且充满控制欲与占有欲。本来他已经快成功了，可他低估了我对姐姐的感情。从小我与姐姐相依为命，我是在他的保护下才活到了现在。所以在我偷偷去做心理辅导之后，在看到姐姐死去的时候，我彻底清醒了过来。只有我知道我的姐姐是什么样子的人，她是个坚强且善良的姑娘。在父母身亡之后，一直都是姐姐在城里打工供我读书，把我保护得很好，哪怕是交了男友都没有提起过我。她与李文白手起家，慢慢有了一些起色之后，李文就瞧不上从农村出来的姐姐，于是一直想甩开她。因为意见开始不合，她多次对姐姐进行殴打。姐姐本意是不希望男友与她一起负担我，但正因此，当时在家的我逃过一劫，而这个恶魔终于受到了惩罚。我也为死去的姐姐复了仇。全剧终。你以后洗澡注意点，把门窗都关好。我刚从浴室出来，正用毛巾擦头发，就收到了同事发过来的消息，以及一张照片。什么玩意儿？没头没尾的，什么意思？对方很快就回复了，只有一句话：你们那层楼有变态。我更疑惑了，这才点开那张图片仔细看了一遍，放大了2倍之后，才分辨出图片里那是个人扒在我宿舍的浴室窗户上，果真有变态。这谁拍的？什么时候？
2条消息发出去，石沉大海。我没了耐心，索性一个电话拨过去，同事很快接起来，但却压着嗓子说话：“喂，我宿舍有人没看见你的消息，我开门见山，你那照片哪来的？”“那个呀，别人发给我的，就刚才我认出是你那屋，想着提醒你一声，你没事吧？”“能有什么事？老子一个男的也是。”同事沉默了一会，才接着说：“不过我是真没想到，这年头连男的都不安全了，你要小心啊。”电话挂断，我又把那张照片看了好几遍，虽然画质渣，但依旧能看出是一个男人，就站在阳台边缘，探头往浴室窗户里看，可不就是在偷窥？南方到了晚上，天气依旧闷热，所以我洗完澡只穿了条短裤，但现在却觉得一阵恶寒，这都什么事？哪个狗日的敢扒人窗户？别叫老子抓住！我把图片放大，可拍的实在模糊，又是个背影，根本分辨不出画面里的人是谁。除了一肚子火气之外，什么也没发现。我随手找了件短袖套上，完事还是觉得不舒服，又翻出一条长裤换了，烦躁的往床上一躺，脑子里还是绕不开这件事，只能打开手机看球赛。本想转移注意力，却忽然想起一件事：我半个月前才入职，当时因为宿舍分配出问题，还住了3天酒店，是物业管理那头出的错，把206和602的钥匙弄混了。原本该住在2楼的女同事错拿了我的钥匙，那姑娘比我早到1周，叫王希。她拿了钥匙之后问都没问，发现2楼206房门打不开，就直接循着钥匙上的编号，提着行李上了6楼。还是等我到公司入职去找物业，这才知道闹了乌龙。可公司那边的登记不好更改，水电费结算都跟工资卡绑着，重新修改太麻烦，最好我俩之间调换。我看他一个人不方便，就主动帮他搬家，从6楼换到2楼，一来二去也熟了起来。那么问题来了，有没有可能我俩换了房间，可那个偷窥的人却不知道？他跟往常一样听到水声过来扒浴室窗户，却没想到里面换了人。毕竟他那熟络的姿势，恐怕也不是第一次。我越想越觉得有可能，腾地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真是个人渣！没想到公司宿舍还住着这种人。我拿起手机，本打算把这件事告诉王希，可转念想想又怕吓到他，不知道该怎么说。正纠结着，电话响了，我看到来电提示，确实一愣，是王希打来的。他难道知道了什么？我犹豫着接起电话，喂。对面的人立刻出声：“李平，我也不想麻烦你，但你能不能过来一趟？刚刚有人在敲我的门，特别大声，我不敢开门。”他声音发抖，带了哭腔。我皱眉，立刻联想了到那个动作猥琐的偷窥男。你别开门，就在房间里等着，我这就下楼。也来不及换衣服，踩着拖鞋就出了门，用最快的速度往2楼跑。声控灯亮了一路，可拐进2楼楼道之后，却发现根本没人。206门口也空空如也，难道是走了？我怕敲门声吓到王希，索性打电话叫他开门。喂，他压着嗓子跟我说话，小心翼翼。我放缓语气，安抚道：“我在你门外了，没有人，你别担心，估计是谁走错了。”可我话还没说完，低头却发现地上有东西，像是一张纸，被顺着门缝塞进屋里头，只有边角露在外面。我预感不好，没继续说下去。你先开门。好，我过来了。电话挂断之后，206的门从里面被推开，王希穿着睡衣，头发胡乱披着，眼眶发红，模样有些狼狈。看样他是睡着之后被吵醒的，估计吓得不轻。他没敢走出门，畏缩的往楼道两边看，发现确实没人之后，这才松了口气。哑着嗓子：“谢谢啊，麻烦你了。”我摇头表示不客气，蹲下身把地上的东西捡了起来，是一张被折起来的白纸。他看到之后也一愣：“这是什么？不是你的？”他摇头：“不是，是不是风吹进来的？这几天风大。”我没说话，低头展开了手上的纸条，发现最里边那一面歪歪扭扭的写着一行字：“妹妹搬家了呀。”我面上一沉，这还真不是风吹的。王希好奇纸上写了什么，要接过去看。我赶紧把纸条揉成一团，避开他的动作。他半夜被人敲门已经吓得够呛，要是再看到纸条上的内容，恐怕更难接受。没什么，小广告。他狐疑的打量我，明显不信宿舍楼道里会有小广告。你是不是在骗我？我不擅长撒谎，索性转移话题。不管怎么说，你这房间不太安全，今晚要不先跟其他女同事挤挤。他盯着我半天才说话：“李平，你别瞒着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心里才有底，才能有所防范，否则更容易胡思乱想。”我一时语塞，但他说的对，作为当事人，他有权知道情况。我叹了口气，把纸条递到他手里，还有我洗完澡之后收到的那张照片，也找出来给他看。我也不是故意瞒着你，主要是怕你被吓到。浴室、爬窗、威胁信，这些线索足以勾勒出一个躲在暗处偷窥的猥琐形象。他翻完聊天记录，把手机还给我，哑着嗓子说：“能不能麻烦你把这些内容转发给我一份？”可以是可以，不过你要怎么做？当然是抓到他。这个人敢这样，肯定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不能就这么放着。因为颤抖，他说话都磕磕巴巴的，但我听懂了。6楼不算高层，但也在半空，一旦摔下去，就算不死也会残废。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这人就敢冒着这样的风险扒窗偷窥，说明他的猥琐变态已经到了不要命的程度。王希死死攥着那张纸条，苍白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我叹了口气，劝说：“你先别怕，肯定能抓到那个人，别太担心。”可这不是废话吗？发生这种事，她一个女孩怎么能不怕？我收了声，盯着照片里那个猥琐的背影，攒了满肚子脏话。电话忽然响了。记市昨夜发生一起恶性伤人事件，目前凶手在逃中。我颤抖着拿起手机想要报警，男人淡定地说：“我劝你不要报警，因为在他们来之前，你已经没命了。”清早我被一阵敲门声吵醒，男友正站在门外，他似乎有些疲惫，头发凌乱。他
他表明想在我这里暂住几天。我满脸惊讶他突如其来的想法，因为我们也刚认识不久。我和他是在餐厅里认识的，也是他主动来添加我的联系方式。经过几日的相处后，才刚确认了关系。我没有直接拒绝他的请求，微微抿了抿唇，还是让他先进了屋子。我倒了杯水递给他，询问起他为什么突然要在我家暂住。可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眼神中仿佛隐藏着很重的心思，随后挤出了一个尴尬的笑容。遇到点麻烦。他的话中略带些无奈，还没等我继续追问，他低沉的话语再次响起：我饿了，有什么吃的吗？我愣怔了一下，平常我根本也不做饭，家里并没有余粮。那你等着，我点个外卖好了。我抓起了手机，扭头冲他挤出一个笑容来掩饰尴尬。下完单后，我望向了男友，又尝试着想继续刚才的话题，可他一直低着头，不停地摆弄着手机，气氛压抑的让我浑身不自在。我打开了电视，想着放点声音缓解一下，恰巧电视里正播放实况新闻。昨夜发生一起恶性伤人事件，目前凶手在逃中，伤者已送到医院抢救。各位居民如遇到有用线索，请马上通知。猛然间，我的瞳孔收缩，两只手不停地颤抖。男友的照片赫然出现在电视上，一瞬间我大脑宕机，眼神不自觉地瞥向了男友，而坐在沙发上的他不知何时已经抬起了头，全程淡定地看着电视中的画面。我捏紧了手机，下意识地想要报警，可男友的话突然缠绕在我的耳边，让我浑身一哆嗦。我劝你不要报警，因为在他们来之前，你已经没命了。我害怕地吞了吞口水，但身体却丝毫不敢动弹，依旧能感受到男友锋利的眼神在死死盯着我，似乎只要我有所举动，他立马会对我下手。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门口的敲门声突然响起，是外卖小哥。我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般匆忙地起身，男友却抢先一步打开房门，面无表情地说了句谢谢。我费力地踮起脚尖，在他身后不停地向外卖小哥使眼色。祝您用餐愉快。外卖小哥转身离开的刹那，我绝望的连眼眶都红了。我僵硬地坐在沙发前吃着饭，心里一直盘算着接下来该怎么办。入口的饭菜也在此时难以下咽，今天的外卖味道很怪，又咸又涩。我下意识皱了皱眉，随即灵机一动，我啪地把筷子拍在茶几上。今天这外卖怎么这么难吃？我一定要给他差评。男友的视线死死盯在我的脸上，似乎想看穿我的意图。我大气都不敢喘，刻意让自己的样子表现得自然一些。接着他也尝了一口外卖，随即皱起了眉头。是挺难吃的，对吧？这种必须给差评。我装作十分气愤的样子，在他未反应过来前麻利地掏出了手机。男友阴冷的目光一直在我脸上打转，我刻意屏蔽了他的审视，手上不停地摆弄着。陡然间，一股冰冷的气息笼罩着我，转头看去，男友不知何时森森然地凑近了我。啪的一声，手机滑落在茶几上，在寂静的客厅中尤为刺耳。我手忙脚乱地去捡手机，男友却先我一步将它握在手里，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打开。我吓得汗毛都立了起来，颤抖着解了锁。男友检查了评论内容确实无异后，才把手机扔给我。我下意识地松了口气。不久，门外再次响起敲门声，男友戒备地从猫眼向外望，是刚才的外卖小哥。不好意思，刚刚还有2杯饮料忘记送来。他满脸陪笑地举起了手上的饮料。男友迟疑了几秒，这才打开房门。就在他要关门的瞬间，豹子叔叔突然冲了进来。我在给商家差评前，先快速给骑手打了赏110元。我只能赌外卖小哥能看懂我的求救信号。最初小哥只是茫然，直到他联想到我挤眉弄眼的画面，才意识到我遇到了危险，所以果断报了警。师傅，您之前上楼出电梯的时候，有看到什么东西吗？凌晨2点，我被手机铃声吵醒，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打来的。是开锁师傅吗？我家的房门打不开了，能帮我开一下锁吗？电话里是一个女人焦急的声音，我让对方不要着急，然后询问了女人的住址和门锁的相关信息。挂断电话后，我迅速起床，穿好了工作服，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我提上工具包就出了门。现在我们这一行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但好在麻吉花园是个老小区，比较容易下手。为了拓展生意，我不得不自己创造客户，提前在住户的门锁上做手脚。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就是将一根牙签从锁孔里插进去，然后将牙签掰断，
只留肩部的一小节在锁孔里。这样一来，钥匙就不能完全插进底部，门锁自然也就打不开了。业主不知这其中的门道，大部分人会选择用力转动钥匙，然后就会导致更加严重的情况出现。到了这个时候，也就轮到我这个开锁匠出场了。我不仅给人开锁，还会忽悠客户更换锁芯，这样我就可以赚得更多，达到利益最大化。当然，选择目标也是有技巧的。我通常都是隔层选目标，一层只选一个目标，这样才不会让住户起疑心。不仅如此，我还会细心的把除我之外的所有同行广告全部去除，只留下自己一个，不但可以保证客流，也能保证我提前做的手脚不被发现。自从用了这个方法，我便拥有了源源不断的客户。像今天这样半夜接单也不是头一次，毕竟总会有早出晚归的人。很快我便到了4号楼的楼下，我进入电梯，直接按下了14楼。等我来到楼上时，我看到1404号房的门前蹲着一个女人。见有人来，女人赶紧起身向我询问：是开锁师傅吗？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感觉女人的声音似乎有些颤抖。我点头回复：是的，刚刚是您给我打的电话吧？对的，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这门打不开了。刚刚我用力过猛，钥匙已经断在里面了。女人说完，指了指门上的锁孔，锁孔里果然卡着半截钥匙。您这个应该是锁芯老化所致，需要更换锁芯。说着，我向女人出示了我的相关营业证明，然后按照规定向女人核实了身份信息，可以确定是这间房子的户主。严格来说，现场还需要有第三方证明人的存在，比如物业或者邻居，但由于时间太晚不方便，现实中有些规矩一般能省就省了。在做完开锁登记之后，我从包里拿出工具，正式开始了我的工作。我刚开始忙活，女人突然问了我一句：师傅，大概需要多久能把门打开？我一边工作一边回复她：差不多10来分钟吧。能快点吗？我看了一眼女人，发现她的眼神似乎有些飘忽不定。女人好像在有意无意地朝我身后的某个方向看着什么，我随即也朝那个方向瞥了一眼，可我只看到了一条昏暗而又空荡荡的楼道。我皱着眉头对女人说：您这锁很不好开嘞，我尽量快些吧。其实像这样的锁，一眨眼的功夫我就能打开，但我需要尽量把时间拖得久一点，要不然客户会觉得我这钱也挣得太容易了些。他们在掏钱的时候会很不乐意的，因为之前吃过这方面的亏。所以在那之后，不管是多么容易开的锁，不管客户有多着急，我好歹也要拖够10分钟才给人打开。我算是整明白了，开锁不仅需要技术，还需要演技。10分钟后，我终于把门给打开了，接着我还给客户换了一个锁芯。至于那个旧的锁芯，其实压根儿就没坏，等我回收回去，下次又可以换给别的客户，这就叫一本万利。我总共收了客户100，刚接过钱，女人便走进屋里把门带上了。可就在门刚要关上的时候，门却突然停住了。女人站在屋里，透过门缝压低了声音问了我一个问题：师傅，您之前上楼出电梯的时候，有看到什么东西吗？女人说着用手指了指我身后的楼道。我听后一愣，立刻回头再次看向了那条昏暗的楼道。女人继续说：我指的是电梯门正对面的楼梯口里。我随即望去，在楼道的左侧确实有一条通往楼上楼下的消防楼梯，而楼梯口正好在电梯门的对面。在我此刻所站的位置，只能勉强看到进入楼梯口的门洞，门洞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到。我不明白女人的话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之前我急着给您开锁，出了电梯就直接左拐与您碰面了，没怎么留意楼梯口里有什么。您有没有看到一个白森森的人影，就站在楼梯口里？我听后瞬间感觉全身一阵发毛。白色人影，楼梯口里。女人连连点头。那是一个身穿白色长裙、披头散发的女人，她的脸完全被头发遮住了，就这么面朝电梯门站着，动都不动一下。女人的话让我感到一阵毛骨悚然，但眼下这个情况，我也不得不走过去确认一下，因为我马上离开就要路过那里。我故意用力咳嗽了一声，声控灯应声而亮，我壮着胆子慢慢地走了过去。女人继续躲在屋里，透过门缝看着楼道里的情形。中途我回过头来看了一眼门缝里的女人，由于门缝很窄，透过门缝我只能看见女人的半张脸，她耳旁垂下来的长发遮住了她的半只眼睛。老实说，这个画面让我有种莫名的恐惧。等我刚要来到楼梯口的时候，声控灯由于时间到刚好自动熄灭了，我不由得浑身一颤，赶紧用力跺了一下地面。声控灯再次亮起，我终于看清了门洞里的情形。救命！救命！我赶紧用力跺了一下地面，声控灯再次亮起，我终于看清了门洞里的情形。门洞里就是一条通往楼上楼下的消防楼梯，根本什么人都没有。突然，身后传来一阵嘈杂的响动，紧接着咔嚓一声，我回头一看，女人已经将房门关上了。
我长吁了一口气，看来是虚惊一场。定了定神，准备收拾家伙赶紧走人。可就在这时，我忽然发现更换了锁芯后的新钥匙还没来得及交给1404号房的客户，真是被刚才的事给整迷糊了。我赶紧敲响了那女人的房门，可一连敲了好几下都没有任何的回应。我有些纳闷儿，那女人才刚关上门，她不可能没听到敲门声的。回想起之前女人的异常反应，她或许真的是被吓着了。我甚至可以想象，屋里的女人此刻可能就站在门前，透过猫眼看着我。我只好一边敲门一边解释，只是想把新钥匙交给她。可屋内依旧没有任何回应。见敲门无果，我只好又掏出手机给女人打电话。我从通话记录里找到了女人的电话号码，电话刚拨通，我就听到了对方的手机铃声。可让我怎么也没想到的是，手机铃声并非来自屋里，而是来自我的身后。我立刻回头，发现手机铃声正是从楼梯口的那个门洞里传来的。这怎么可能？那女人明明已经进屋里去了，可手机铃声为何会在楼梯那里响起？铃声持续传来，清脆响亮，显得格外刺耳，在这寂静的楼道里犹如鬼魅一般回荡不绝。楼梯口门洞里的声控灯也随之再次亮起。我循着声音又来到了楼梯口，这次我壮着胆子开了门，然而在推门的瞬间发出了咣当一声，好像是碰到了什么东西。我探出头向左侧望去，突然一道白色的人影从左侧飘了过来，我整个人都吓得瘫坐到了地上。只见一具身穿白色长裙的女尸吊在半空中，披散着头发，看上去有些娇小，长发挡住了她半张脸，脚上的鞋也掉了半只。更令我浑身发抖的是，那手机铃声依旧在继续响着，而发出声响的手机此刻就在女尸的包里。这一刻，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赶忙爬出了楼道。楼梯间里的女尸是谁？她为何会死在这里？是谁杀了她？更匪夷所思的是，那不曾向我打开所求助电话的手机，为何会在这具女尸的身上？莫非之前给我打电话求助开锁的其实是这具女尸？这怎么可能？难道死在楼梯间的女人才是1404号的业主吗？这一刻我什么都顾不上了，我只想赶紧的离开这里。我慌乱的按着电梯，在等电梯的同时我报了警。我试图说清楚现在的情况，可我实在是太害怕了，只能含糊其辞的嚷嚷着有死人。在警员耐心的询问之下，我还是吞吞吐吐地讲述了现在遭遇的状况。警员承诺会尽快过来看看。挂了电话，我心里涌起了一丝不安，因为我意识到我肯定卷进了一场不小的麻烦中。如果死在楼梯间里的那具尸体是真正的业主，那等于我替贼人开了门。即便今天我能逃过一劫，之后肯定会被牵扯进这场凶杀案中的。可如此阴森恐怖的地方，我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但令我没想到的是，这两部老旧的电梯居然迟迟没有上来。最关键的是，电梯的指示灯都在13层，而且电梯好像根本就没有要上来的意思。我依稀听到电梯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音，好像有什么东西在13楼挡住了电梯。一阵莫名的恐慌感袭上了我的心头，是不是有人藏在了13楼？而他不想我坐电梯离开，难道对方要逼着我走楼梯？可走楼梯的话，是不是直接就会跟藏在暗处的凶手撞个正着？就在我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突然身侧传来了一声响动。我扭过头看了过去，是1404号房门被缓缓地推开了，门只开了一条缝便停下了。身后的房门被缓缓推开了一条缝，我试探地走了过去，透过门缝往里看，却没看到之前的女人。突然，一条满是鲜血的手臂从门缝底部伸了出来，还在微微地颤动着。我吓得后退了一步，浑身止不住的颤抖。只见门缝缓缓撑大，紧接着我便看到那个女人的头贴着地面，慢慢从门缝里探了出来。女人的半边脸贴在地上，头发盖住了半只眼睛，她口吐鲜血，身子突然颤抖了2下就不动了。我努力克制着自己不要尖叫出来，身体像被钉住了一样动也不敢动。她死了，居然在屋子里遇害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门砰的一声被人大力的撞开，一道人影从屋内跳了出来。这一刻，我彻底绷不住了，一头冲进了楼梯间。我已经顾不上楼间被吊起来的尸体，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赶紧离开这里。路过13楼的时候，我也顾不上电梯到底是什么情况，因为身后的脚步声正在逐渐逼近。我沿着楼梯一口气跑到底，沿途的声控灯都应声亮起。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了，如果真的有人突然出现，不管是谁，我都会一脚踹上去。我仅用了1分钟便跑到了楼下。幸运的是，我刚走出楼道就遇到了警察。虽然我狼狈不堪，可我终究是活了下来。我大口大口喘着气，终于安全了。但接下来，我知道我的麻烦也会接踵而至。作为案件目击证人的我，被警员带进了询问室，在询问室待了一阵子。面对警察的询问，我刻意规避了自己开锁的细节。然而，当警察拿出了锁芯和半根牙签时，我知道我再也逃避不了了。我微低下头，说出了自己为了做生意而使用的卑劣手段。我承认，满锁的事是我做了手脚，可人不是我杀的。但是你的行为比杀人的人还可恨。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哎呀，师傅，大概需要多久能把门打开？差不多10来分钟吧。能快一点吗？哎，您这锁很不好开。我的女儿，开门，快开门！就是你女儿把我孩子害死的，你害了我女儿，是你害了她。警察，你们快把她带走吧！就是这个人老来骚扰我们母女。你害了我女儿，是你害了她。喂，是开锁师傅吗？我家的房门打不开了。喂，物业吗？帮我找个开锁师傅，我家门又坏了。刚刚是您给我打的电话吧？您这个应该是锁芯老化所致，需要更换锁芯。吊死在楼道里的人，就是当时参与霸凌的主犯，也就是1404业主的女儿。真没想到，就因为我那看似微小的坏心眼，却毁掉了一个父亲的一生，也差点让自己丢了命。最近我总是怀疑家里多了一个人。最开始不对劲，是那天我半夜熟睡时，突然闻到一丝丝难闻的气息，忽远忽近，这味道就像是从一堆腐烂的垃圾桶中散发出来的，令人难以忍受。耳边也突然传来哒哒的声音，一会儿在左边，一会儿在右边。我不甚清醒的神智在这难闻的气味和不断的声音中逐渐复苏，但是我不敢睁眼，一股凉气不由自主地从心底溢出，身上不可控制地开始冒出冷汗，身体也止不住地颤抖着，因为我意识到我的床边有人在不停地徘徊，似乎在寻找着什么。在这极度的恐惧和不安下，我竟不知为何又睡了过去。睁眼的时候已经天亮了，仿佛昨夜都是一场梦境，但那感觉太真实了。直到我发现家里的苹果无缘无故的多了一个缺口，就像是被人咬过一样。可我记得我晚上并没有吃水果，不管是疑神疑鬼，还是出于安全考虑，我还是在家里装了个摄像头。这天和往常一样，我很投入地玩着游戏。然而我突然被一条手机推送打断，是监控的提示消息，识别到人列，有人正在移动。一瞬间，我如坠冰窖，从头冷到脚，因为我甚至听到了外面传来哒哒哒的脚步声。我颤抖地点开了客厅的实时监控，由于关了灯的缘故，监控上呈现出黑白的影像，模糊不清。然而那红色的线框就框在客厅的茶几边，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正歪着脑袋对着摄像头，那个身形很是奇怪，竟然和沙发一样高。我吓得抱紧了被子，心里凉飕飕的。我不确定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只能抑制住内心的恐惧，大着胆子小心翼翼地走到了门边，把门悄悄地锁了起来。我甚至都能听到他的喘息声。我以最快的速度发短信报了警，心里祈祷着他们能够快点到。我死死盯着手机上的屏幕，只见那个人影正缓缓地向我的卧室走来。我捂紧嘴巴，不敢发出任何声音。突然门上的把手被轻轻地转动着，咯噔咯噔的声音刺激着我的耳朵。他似乎发现我的门推不开，此时我的心跳也到了极点。你是谁？我报警了，你要干嘛？我努力抑制住内心的恐惧，出声呵斥他。我很明显地感觉到了那个人的慌张，哒哒哒的脚步声，夺命般推开了家里的大门，逃了出去。我再次看向监控，确定安全之后，才打开门走到了客厅。不久后，警察便赶了过来，了解了事情原委后，便开始了调查。很快调取了物业的监控，让我辨认。我也终于看清了他的真实样貌，他竟然是个长相丑陋的矮人，脸上有一条如蜈蚣般的红色疤痕，他的鼻梁塌陷，一双小眼睛深陷在脸上。光看着他的长相，我的身上就长了很多鸡皮疙瘩，并且早在几日前，他趁我搬快递的时候偷偷溜进了我家，从那之后再也没出去过。我竟然和他独处一室这么久。警察根据线索很快抓住了他，但这件事带给我的阴影却很大，我再也不敢一个人租房子住了。你在医院经历过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1年前妈妈因病住院，我作为陪护也守在医院里。入夜，我想着帮妈妈打完水就准备回家，便提着热水壶走出了病房。走廊里格外安静，只有我一个人。一股阴风刮了进来，让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我紧张的喉咙发紧，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水房里只有一个人在打水，哗哗的水流声在这寂静的夜里显得有些突兀。我站在他的旁边，刚想拧开了水龙头，不经意的斜眼时，却发现那人的水壶已经满了，水溢了出来，躺在他的手背上，手背一片红肿。这可是开水，他难道不疼吗？水满了。我提醒了一句，赶紧帮他关好水龙头。哗哗的流水声戛然而止，女人猛地抬起头看着我，她的眼睛很瘆人，眼仁很小，几乎都是眼白。我害怕地咽了咽口水，小声地解释：你的水壶满了，水把你的手烫红了。女人机械地将手举起来，放在眼前瞧了瞧，然后又放下。
接着提起水壶缓缓离开。自始至终他没有发出一丝声音，更没向我道谢。还真是个怪人。我打好水走出水房时，才发现走廊的灯突然莫名的闪着，甚至还有滋滋的火花声。一个行动病床迎面推了过来，床上盖着一块白布，下面躺着一个人。行走带来的风将白布翘起了一个边，我看到了床上那人黝黑的头发，真的是世事无常。我不禁叹了一口气，出于对死者的尊重，我赶紧避让。突然有人从身后猛地推了我一下，整个人不受控制地扑向了床上。好在我用力扶住了床沿，这才避免了尴尬。对不起，真的很抱歉，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刚才有人推了我一下。我不停地和对方道歉。推床的两个人并没有吭声，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他们的眼神透着古怪。我心里有些恼火，但又有些害怕，于是我直接转过头去找推我的人，可是身后空无一人，静，死一般的静。我不禁四下张望，诡异的是走廊两侧病房都房门紧闭，乌漆麻黑，一种深深的恐惧感袭上心头，身体止不住的颤抖。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有意冒犯，请您原谅。我转过身，低着头不停地道歉。然而许久没人回答，我悄悄地抬起头，瞬间吓得脸色惨白，拔腿就跑。因为移动病床和那2个不3个人不知何时消失在我的视线里，全程没有一丝声音，头上的灯依旧忽明忽暗地闪烁着，发出滋滋声。我一路狂奔到满头大汗，依旧没能跑到妈妈的病房门口。妈妈的病房离水房并不远，但我怎么走这么久还没有到？我害怕的赶紧拿出手机，颤抖着拨打了妈妈的号码，可电话那头迟迟没有接听。我捂住了胸口，眼泪不停地在眼眶打转，再次环顾四周，这里是9楼没错，也是我熟悉的病房号。我愣愣地站在了走廊，仿佛整个楼层只有我一个人，强迫着自己冷静下来。一切的不对劲都从我碰上那个女人开始的。既然前进没办法找到出口，那我就退回水房，看看那里是否能找到原因。于是我转身往水房的方向走去，结果我发现我连水房都找不到了。正在我手足无措的时候，我惊喜地发现前方有一个病房的灯竟然是亮着的，而这个病房的门也开了一条缝。一阵冷风吹了过来，夹杂着一丝呜咽的声音。我的身体反应比脑子更快，直接开门就走了进去。进去后我才发现病房内只有一张病床，上面躺着一个人。不好意思，无意打扰，我找不到病房了。我冲着床上的人解释，然而门却吱呀一声关上了。我吓得险些叫出声，转过身用力去推房门，却怎么也打不开。今晚也太邪门了，我不会死在这里吧？就在我恍惚间，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僵硬地朝身后看去，身后站着的竟然是水房里的那个女人，她依旧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我不自觉地尖叫起来，赶忙退后一步。你不该来这里。一句话轻飘飘地传来，我的眼睛紧闭不敢睁开，只感觉一只手推了我一把。再睁开眼，我竟身在水房，水龙头哗哗地往水壶里注水。怎么回事？还没从害怕的情绪中走出，提着水壶走了出去。走廊上的灯安静地亮着，没有闪烁，也没有滋滋声。不远处的护士站里，护士们井然有序地忙碌着，一切都恢复了正常。难道刚才发生的事情是我臆想出来的？就在这时，我发现不远处2个人推着一个病床走过来，床上躺着一个人，从头到脚盖着白布。一阵阴风刮过，白布被掀了起来。这一次我不仅看到了对方的黑发，还看清了他的脸，她就是水房里的那个女人。我的汗毛全部炸了开来，快步往前走去。好在这次没出什么意外，我顺利走回了妈妈的病房。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久才回来？给你打电话也没信号。妈妈看了看手机，我去了多久？都快1个小时了，你不会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吧？我不想让妈妈担心，没有说出刚才的经历，只是说遇到一个熟人多聊了几句。赶紧回去吧，明天还得上班。我放下了水瓶，和妈妈道了晚安，就走出了病房。之后的我再也没遇到过这种事，但是至今想起依旧心有余悸。起初我总能听到隔壁传来断断续续的哭声，直到我透过墙上的小洞看去。刚毕业的我租了一间公寓，公寓的设施十分陈旧，用木板隔断的墙面隔音效果非常差，但好在价格便宜又离公司比较近，我咬咬牙便住了下来。由于大家上班的时间都差不多，邻居之间总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可奇怪的是，我从没见过我左边的租户，但晚上我却总能听到隔壁传来断断续续的哭声，这哭声很瘆人，穿透墙面传入我的耳朵。好在我从小胆子就大，倒也没有害怕，只是有些无奈，毕竟总会吵得我休息不好。隔天一早，等电梯时刚好碰到右边的邻居，我便问起隔壁住的什么人，他突然神色慌张起来，眉头紧皱。你问这干嘛？随后我把昨晚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我也不清楚。说完，他便阴沉着脸走了。莫名其妙，这是怎么了？看到他的反应，我不免觉得疑惑，他好像知道什么。这种疑惑也一直持续到下班回家。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又响起了那个断断续续的哭声。我几日的愤懑也终于爆发了，用手哐哐敲着隔壁的墙。喂，你安静点吧。
你不睡觉，别人还要睡觉呢。但隔壁邻居似乎没有听到，仍然发出断断续续的哭声。发泄一通后，我也逐渐冷静了下来，分析着是不是隔壁住户遇到了什么难事，才会每晚哭个不停。突然，我发现墙壁上有个小洞，这个食指大小的小洞似乎是被白蚁啃出来的。一想到隔壁那个从没见过的神秘邻居，我就按耐不住好奇，于是我悄悄凑上这个小洞，往里看去，只见一个穿着白色裙子的女孩正背对着我轻轻啜泣着。我碎碎念道：哭得这么伤心，这是被情所伤了。不久，那哭声逐渐消失了。出于好奇，我再次把眼睛凑了过去，然而瞬间让我冷汗直冒。我惊恐地盯着眼前的景象，无法自已。一双脚赫然出现，轻微的晃动下还伴随着可怕的呜咽声。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冒了出来，我吓得立马后退了2步，浑身被汗浸湿。我赶忙拿起了手机报了警，又颤抖着给房东打去了电话。喂，房东，隔壁404好像有人自杀了。房东应该是被我电话吵醒的，但也被我的话吓得不轻，带着刚睡醒的腔调说道：你睡懵了吧？404早就没人住了。什么？听到这，我身体不自主地颤抖起来，贴紧墙壁，眼睛死死地盯着面前的小洞，生怕下一刻会有东西突然钻出来，一咬牙就夺门而逃。不久，警察和房东就赶了过来。当打开门的那一瞬间，我吓得尖叫一声，因为隔壁的房间确实没有人，厚厚的灰尘根本不像我刚刚看见的场景一样。房东再次强调，一定是我睡懵了，看错了。次日一早，我赶忙找了新房子搬了家，而之后我再也没听到过这种声音。事情慢慢淡了，直到有一天，一则微信消息再次勾起了我这段回忆，是当时住在我右边的邻居，他告诉我他也搬出来了。你那隔壁房间，我听说之前有个女孩子上吊自杀了，从那之后再也没人住过。我看着这条消息，久久回不过神。我居然因为一件送错的快递，差点丢了性命。那晚我刚下班回家，门口就传来门铃声。您好，您的快递。我没多想，应了一声。啊，麻烦放门口吧，谢谢啊。待快递员走远后，我便开门把快递拿了进来，心想着应该是老公出差在外面给我买的特产。可仔细看了眼快递面单，上面的地址门牌号是对的，只不过他是隔壁撞的，收件人我更是完全不认识。好在面单上有他的联系方式，想了想，我便打了电话过去。喂，你好，哪位？对方是个温柔的男生。你好，我是 A 幢402的，您的快递送到我这里了。我与他说明了一遍事情经过。这应该是快递员粗心搞错了吧，给你添麻烦了。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就放在门口，我晚点去拿。我便直接应了下来，把快递放回了门口。隔天一早，我发现快递果然被取走了，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却没想到这一切只是个开始。之后没过几天，门口又出现一个快递。这怎么又是隔壁楼的快递啊？这快递员怎么回事啊？我虽然有些生气，但还是决定打电话给邻居。又送错了，真不好意思，你方便帮我放到门岗吗？我看了一眼眼前的快递，这次的快递是一个比较大的箱子，看上去有点重量。他似乎感觉到了我的犹豫。家里有男人吗？这个快递有些重，你一个人应该搬不动吧？这个我确实搬不动。在他说了会自己来拿后，我便挂断了电话。没过一会儿，我就听到门外有悉悉嗦嗦的声音。出于好奇，我透过门眼往外望去，可却发现门外一片漆黑。我有些纳闷，就在我再次看去时，门外又恢复了正常。晚上和老公打电话聊起了这件事，他提醒我，如果再有下次，就直接打电话给快递公司，不要随便和对方联系了。可我没想到的是，第3次很快就来了，但这一次却是他主动给我打的电话。你好，你是叫于小莫吧？你有快递被送到我家了，你方便来拿吗？听完他的话，我有些尴尬。真不好意思啊，你方便帮我放在门岗吗？好吧。我微笑着向他道谢。取回来后看到确实是老公前些日子买的咖啡机到了。然而这件事之后又过了几天，我再次收到了一份寄错的快递。原本我想打给快递公司的，却没想到邻居的电话直接打了过来。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是不是有份快递寄到你那里了？他的语气有些着急。对，是有一份你的快递在我这儿，要不我还放门口，晚上你来取。不，这份快递非常重要，你放在门口我怕丢了。要不这样，你把它拿回家，晚上下班后8点左右我去你家取，到时候你再放在门口。对方的态度诚恳，我想了想也不好拒绝。行吧，那我先把它拿回家吧。中途我还给老公打了个电话，听说别人要来我家取快递，他让我一定要记得把快递提前放门口。如果快的话，我晚上也能到家了。我点头应道。眼看着已经到了晚上，只不过时间还没到8点，门外就有了动静。一阵门铃声响起，我吓了一跳，刚准备询问时，对方先开口了。你好，我是你的邻居，我是来取快递的，今天下班早了些。听到是他的声音，我心里却平静了不少，想着人家特地来取快递，我不开门好像也不合适，便拿起那份快递走到了门口。开门之前我犹豫了一下，把门轻轻地拉开一条缝，
突然，一只手伸了进来，我脑子嗡了一下，意识到不对，紧紧地拉住门把手。一张脸瞬间出现在我眼前，他长相凶恶丑陋，面目狰狞可怕。此时我害怕极了，连大气都不敢出。你干嘛？你是谁呀？我壮着胆子喊道，他却对我毫不理睬，只是慢慢拉大了门缝。你到底想干什么？我的力气根本抵不上人家，只能冲着屋内大喊：老公，家里进人了，老公！别费力气了，家里没男人。他一脸邪笑地看着我，我最终还是没挣脱过他，眼睁睁看着他闯了进来。我看到他手里拿着尖刀，刚准备关上身后的门，这时门又被外面的人用力地拽开了。是老公，他回来了。他突然的出现让眼前的男人吓了一跳，并趁他不备夺下了他手中的刀，直接吓跑了他。我也终于安全了。我们赶忙报了警，待警方来了之后赶去了 B 幢402，才发现这个屋子压根就没有人住。后来通过监控才发现，原来送错的快递从一开始就是个骗局。这个人的快递是他自己放过来的，而我的快递也正是他取走的，根本不是快递公司送错了。还好老公及时赶回来，不然后果真的难以想象。